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工程师 Wilson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过程非常短暂，但同时也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：医疗系统中 MRI 消磁的时候，UPS 在承担哪些工作？很多人都知道 MRI 能够在医疗检查中拍出直观清晰的生物图像，但在这成像原理的背后，每次 MRI 做完检查要消磁的时候，UPS 就如同操作医生背后的强力保险，要在背后扛下一个巨大的电流冲击。这期视频我们会带着这个问题，从医疗供电的角度看清楚 MRI 消磁到底发生了什么，UPS 又是如何在暗处做到力挽狂澜的。我们可以列举几个真实的案例。一家非洲的医院采购了高端的核磁共振设备，后端配套的 UPS 性能严重不足，缺乏 EMI 滤波和反光保护。在一次计划性检修过程中，UPS 突然报警，图像服务器重启，导致当天所有的影像数据丢失。预约病人重新拍摄，又耽误了一整天的时间。还有一次，在东南亚，一家医院为了节省预算 ，MRI 选配的是互动式的 UPS， 结果在每次周期性消磁的过程中，UPS 的反应完全跟不上，输出频繁扰动，图像信号出现了条纹和尾影。院方一开始以为是核磁设备出现了故障，后来查来查去，问题居然出现在了 UPS 身上。这些过往案例反复的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教训：医疗设备很专业，也很贵。但供电也必须要专业对待，一旦 UPS 的选型出错，整个系统可能就像纸糊的窗户，看上去遮风挡雨，但实际上经不起风雨侵蚀。我们再来具体讲讲什么叫 MRI 消磁。它的工作核心是一个超导磁体，平时它靠超低温来保持超导状态，形成一个非常稳定强大的磁场。但当设备需要停机、维护或者发生故障的时候，就必须消磁，也就是说把这个磁场释放掉。这个过程说起来非常的轻松，但在实际应用中，消磁就像一次蓄力已久的弹簧突然弹起，磁体里的能量会在几秒之内瞬间释放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核磁设备就不是在关机，而是在经历一次电气层面的能量蓄势而发，几百安培的电流瞬间消失，磁能转化为热能，电压浪涌。部分大型设备可能还会产生强烈的电磁干扰。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来看，这一瞬间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，电压会开始剧烈波动，电流反向回灌，甚至可能对同楼层其他的设备产生干扰。而 UPS 在整个消磁的过程中，更多扮演的是一个缓震器和守门员的角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身负重任的 UPS 在与什么做对抗呢？接下来我们可以展开说说。首先是电压的剧烈波动，在消磁的那一刻 ，MRI 的负载是骤降的，从高功率负载突然跌落，非常容易让系统出现过压或掉压。这个时候 UPS 必须在几毫秒内调整输出，继续维持稳定的正弦波波形，否则后端的图像服务器、传输系统甚至病人信息平台都可能跟着出现闪退。其次是高频干扰问题，消磁过程会伴随着强烈的电磁噪声，这些干扰可能会顺着供电线路往外扩散，传到 ICU 监护设备、手术室灯控，甚至其他科室的交换机系统。如果 UPS 没有良好的滤波与隔离功能，这些节波就会让系统报错、重启，甚至干扰图像数据的传输。再次是逆向的电力能量回灌。从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 ，UPS 是把电能从电网引出来，再整流逆变给设备使用。但在 MRI 消磁的时候，能量可能会调转方向冲回输入端，没有反光保护的 UPS 很容易被这股反向能量烧回整流器，甚至导致主板或直流母线异常。最后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掉的，就是负载不平衡的问题。MRI 不仅有主磁体，还有配套使用的冷却系统、控制系统、图像处理系统等等。这些设备在消磁的时候呈现出异步功率变化，造成三项负载的暂态偏差。如果 UPS 没有快速的数字控制和输出平衡能力，非常容易出现某一项电流过高，甚至两项空载或严重轻载，结果就是 UPS 报警或者直接跳转到旁路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整个消磁的过程，虽然看上去时间很短暂，且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在 MRI 消磁的时刻 ，UPS 承担了整套电力系统的稳定锚点的角色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到底什么类型的 UPS 才能应对 MRI 这种极端的工况呢？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必须是双变换在线式的 UPS。这种结构能把视电波动完全隔离，输出电压波形始终纯净。
哪怕外部电压乱得像心电图，它也能始终平稳。其次是要有 IGBT 整流和高频 PWM 逆变，这样的配置不仅响应速度快，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谐波干扰，减少对电网内其他设备的污染。另外，对于像核磁共振这种大冲击的负载，建议配置输出 EMI 滤波装置，从源头阻断高频干扰的传导路径。如果是电网质量较差的地区，我也推荐可以选配12脉冲的整流器的 UPS， 让输入端更加可靠。最后还有一点很关键，那就是 UPS 本身要有足够的余量，即使消磁过程有小幅度的过载， UPS 也可以撑住。哪怕是一台 MRI 和一台 CT 同时消磁，只要冗余余量留存合理，整个供电系统也不会受到干扰。总结一下， UPS 不是简单的采购一柜子电池和一个静态开关，它是整个系统影像供电系统的核心保障。时刻记住，选型一出错，运维痛3年。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，更是为医疗用电安全划清底线。影像设备图像拍的是否清晰，传输是否稳定，不只是其本身的问题，背后的医疗 UPS 也承担了大量的守护和保障工作。我们下期来聊一聊 ICU 里的 UPS 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你也想和全球医疗工程师共同应对电源危机，现在加入医疗电力安全联盟，即可参与下期 ICU 电源生死时速案例研讨会。点击描述区链接或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即解锁。我是专注于医疗供电领域的电气工程师 Wilson， 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请把这期分享给你身边做设备维护或电气工程师的同行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